在神秘的大自然中，太阳就是我们的向导。我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但是太阳本身每时每刻都在不停歇的运转中，而且最显目的就是太阳耀斑。太阳耀斑是一种最剧烈的太阳活动，一般是发生在色球层中，所以也叫色球爆发。其主要观测特征是日面上突然出现迅速发展的亮斑闪耀，其速度仅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之间，亮度上升迅速，下降较慢。特别是在太阳活动丰年，耀斑出现频繁且强度变强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没关注的朋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用你指点迷津的小手点一波关注。欢迎强烈推荐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关注我，遨游宇宙不迷路。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太阳耀斑会给地球带来哪一些天气伤害。耀斑是太阳大气局部区域突然变亮的活动现象，伴随太阳耀斑而来的是太阳风暴三轮攻击，剧烈增强的电磁辐射、太阳质子事件和日冕物质抛射。这些攻击将导致地球一系列空间天气灾害。虽然耀斑它只是一个亮点，但是一旦出现，就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发。这一增量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万至100万次强火山爆发的总能量，或相当于上亿枚100吨级氢弹的爆炸。而一次较大的耀斑爆发在10-20分钟内可释放巨大能量。除了日面局部突然增亮的现象外，耀斑更主要表现在从射电波段直到 X 射线的辐射通量的突然增强。耀斑所发射的辐射种类繁多，除可见光外，有紫外线、X 射线和伽马射线，有红外线和射电辐射，还有冲击波和高能粒子流，甚至有能量特高的宇宙射线。然后太阳耀斑对地球空间环境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太阳色球层中一声爆炸，地球大气层即刻出现缭绕余音。耀斑爆发时发出大量的高能离子，到达地球轨道附近时，将会严重危及宇宙飞行器内的宇航员和仪器的安全。当耀斑辐射来到地球附近时，与大气分子发生剧烈碰撞，破坏电离层，使它失去反射无线电电波的功能。无线电通信，尤其是短波通信以及电台广播会受到干扰甚至中断。另外一个方面，也有可能导航信号会发生变化。原先比如说定位精准可以到米级，可能现在这种情况只能到10米级了。现在还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能够避平，但是它的影响一般都会比较短。然后呢，耀斑发射的高能带电离子流与地球高层大气作用产生极光，并干扰地球磁场而引起磁暴。此外，耀斑对气象和水文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正因为如此，人们对耀斑爆发的探测和预报的关切程度与日俱增，正在努力揭开耀斑迷宫的奥秘。尽管科学家们一直想弄清楚是什么引起了耀斑爆发和日冕物质抛射，但只有在大约最近10年中，观测才达到足够的水准，足以揭露出它们的纷繁复杂，阐明它们背后的物理机制。科学家们将太阳耀斑分为 A、B、C、M 和 X， 从弱到强5个等级。由于太阳的活动量是会随时间推移而有所不同，所以自1755年以来，科学家通过测量太阳表面的黑子数量来定义太阳的活动模式，也就是太阳周期。平均以11年为周期，周期内分太阳极大期和太阳极小期。
极大期属于太阳最活跃的时候，期间会出现大量太阳黑子，一天可以喷发数个耀斑，可能会破坏地球卫星通信功能。极小期就是太阳活跃度最低的时候，期间内黑子和耀斑数量最少，可能一星期也不会爆发一个，最适合进行各种太空任务。据观测，近年来太阳活动区在逐渐增多，预计2023年或2024年可能达到太阳活动丰年。尽管宇宙无限神秘，科学家们都在努力去探索，去发掘新的未知事物，希望在未来能探知更多有利于人类生存的能源。好啦，本期就分享到这里啦，喜欢我分享的视频的朋友记得关注我哟，下次转角我们还会再遇见。关注不迷路，一起遨游大大宇宙，我们下期见。